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冯小刚高调官宣，联手给内娱上了一课，冯绍峰终究是高攀了。虽说主演的电影并不是很多，但在票房这方面，赵丽颖还真的有实力可言。现在通过短短几部电影，票房就已经达到了50亿。凭借这样优秀的票房好成绩，直接就获得了冯小刚的认可。当他在得知他要把新作品《向阳花》的主演给到自己手中的时候，还特意去体验了监狱的环境，同时还学习了监狱当中某一些特殊的肢体语言。为了避免在细节方面大家觉得非常的突兀，一直以来习惯用护手霜的他，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没有管理过自己的手部皮肤，希望自己能够演什么就像什么。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拼命，所以现在37岁的赵丽颖完全就无需担心事业方面会出现被动。那么她的发展现在究竟有多么吃香？未来又可以到达怎样的一个高度？事业无需焦虑，成功征服大导演。对于中年女明星来说，随着年龄的不断上升，自己在娱乐圈能够接到的作品数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年的海清才会在万众瞩目的舞台，无奈说出自己面临的被动。同时也希望这些导演能够再次重视起中年女演员，让自己和其他的中年女演员不至于沦落到无戏可拍的地步。和这些明星的过分担心有所不同的就是赵丽颖了。对于37岁的她而言，年龄从来就没有限制过她的发展，反而还让她去到了多部作品当中。她在拍戏的时候也走上了一条不断闯荡的道路，不愿出现同质化严重的现象。这也让很多小黑子完全就找不到可以攻击的点了。之前大家在抨击他的时候，都说他把目标一直放在古装剧领域，看久了会让大家出现审美疲惫的现象。看到这么多人在这方面都有着一定的争议之后，赵丽颖所做的事情就是朝着多个领域发展。她非常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对得起这些导演的信任。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如果说不是因为演技的再现，那为什么张艺谋和冯小刚在寻找女演员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赵丽颖？当她出现在第20条当中的时候，虽说她并不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主角，但很多人都觉得她的演技一点都不比作为主角的马丽要差到哪里去。她在这部剧当中需要扮演的是聋哑母亲，这个角色的挑战力度其实是相当大的，毕竟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感受，只能通过一些微表情和肢体动作，让大家明白自己究竟想要说什么。为了能够把张艺谋交到自己手中的这个重要角色挑战成功，当时他还特意去了某一些听障家庭，想要了解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同时还特意学习了手语方面的沟通。正是因为演技实在是太突出了，所以尽管戏份并不是很多，但赵丽颖还是扛起了大旗。作为一个没办法说话的聋哑母亲，她当时在通过肢体动作和表情，在表达内心真实想法的时候，并没有让大家觉得很突兀，也不会有那种用力过猛的现象，反而给人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不少观众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能够从他的肢体动作和微表情感受到他对女儿的关心且担忧。看完他的演技之后，很多人都觉得他成功做到了千人千面，那就是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无数角色的影子，而且每次在看新角色的时候，并不会带入到过往的角色当中，这也是演技非常突出的一种表现。无需担心同质化，反差感极大。等到后来出现在《浴火之路》当中的时候，大家也对他的演技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他在这部电影当中
虽说扮演的仍然是孩子的母亲，但并未出现同质化的现象。当她在得知自己的女儿被其他人拐卖走的时候，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寻找自己的前夫，因为她知道只有前夫会做出如此恶毒的事情。在寻找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吃了很多苦，但她并没有任何意见，总觉得只要自己努力，绝对能够迎来苦尽甘来的局面。直到后来看到女儿很有可能已经遇害的线索之后，一个肯吃所有苦的女人第一次在她的脸上看到了空洞的表情，同时也做好了和女儿一起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准备。直到后来听到他人所说的那一句“小叶子找到了”，这才让他没忍住崩溃哭了出来。当他演绎死亡到新生这一情绪变化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他把天花板级别的演技给呈现了出来。要知道，想要把这种反差感相当强的表演给呈现出来，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赵丽颖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换作是其他女明星来挑战如此反差感强大的情绪，估计是很难演绎成功的。也正是知道她能够把多种情绪完美的演绎出来，所以这一次的冯小刚也主动找到了她，让她来到了自己的向阳花当中。从相关的预告片当中就可以看出这部影片究竟有多么的精彩了。她在这部电影当中扮演的是一个为女儿努力赚钱买耳蜗的母亲，由于实在是太过于着急了，所以直接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等到后来成功从监狱出来之后，为了能够让收入变得越来越多，也走上了去酒吧卖酒的道路。想要把这个角色给演绎出来，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拍摄这部影片前不久，他还通过《风吹半夏》当中的精湛演技，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不少的奖项。他在这部作品当中需要扮演的是一个大女主许半夏，为了能够把这个角色给演绎成功，他必须要把自己的超强气质给发挥出来。他在营造这种气质的时候，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肢体表情和行事风格来打造出来的，而并不是像某些女演员一样，只会说一些大女主的话，实际上气场却完全不强大。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塑造的非常成功，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很难从这个角色当中走出来。那冯小刚在这个时间点突然把他喊到自己的向阳花当中，又会不会面临出戏的情况？表演方式独特，票房累计过50亿。对于一个演技精湛的演员而言，最不应该出现的就是出戏的现象了。在这件事情上，赵丽颖刚来到这个圈子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现在在这一领域打拼多年的她，又怎么可能犯最低级的错误？为了避免自己在这些方面演技让人觉得非常尴尬，所以赵丽颖自从出道之后所采取的表演方式就和其他的女明星不一样。比如说表达情绪的时候，娱乐圈很多女明星在这方面就真的让人看不明白。她们在表演开心戏份的时候，每一次都是通过哈哈大笑来表现出来，而赵丽颖在这方面就恰恰相反了。这一点从她在《与凤航》当中的一个片段就可以看出来了。当时她扮演的沈黎成功被收留之后，她的内心是非常开心的。面对激动的心情，她并没有选择用哈哈大笑的方式来演绎出来，反而是通过吃东西的方式。她在吃东西的时候，直接大快朵颐地吃了进去，而且一边吃一边眼神当中还透露着喜悦。其实从这些细节当中，也可以感受到她内心的喜悦情感，而这一点却是其他女明星所无法做到的一点。在她们看来，饮食代表的只能是饮食，而赵丽颖却觉得可以通过饮食来把自己内心的情绪给表达出来。也正是知道她每一次在表演不同角色的时候，都不会采取不同的表演方式，
所以冯小刚在决定把他喊到自己这部优秀作品当中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怀疑过他的能力的。对于冯小刚来说，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出错的机会，因为这些年他拍摄的多部影片票房都不是特别的乐观，其中就包括了《非诚勿扰3》在。这部作品播出之后，很多人都开始质疑他的能力，这也让他的形象和口碑开始朝着滑铁卢的方向走去了。所以他必须要一部电影来帮助自己证明实力。这时候他也把目标放在了赵丽颖的身上。现在虽说他进军电影市场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他出演的这些电影累计票房都已经达到了50亿，这又何尝不是对他实力的认可？现在再看赵丽颖，已经完成了一个全新的蜕变，终究还是冯绍峰高攀了啊！最后祝赵丽颖事业蒸蒸日上，能够得偿所愿。